顾长风，谁给你的狗胆，竟敢怀疑到我爹头上？是你这区区8品芝麻小官可以调查的。穆将军，你以为我查的是你爹吗？什么意思？我查的不是镇国将军，而是那个想把你爹拖进地狱的人。你爹其实也不怕查，他是在替陛下挡刀，替穆家挡祸。你现在冲进来杀了我，正中敌人下怀。穆家逼杀朝廷官员，祖祖查案，这谋逆的帽子，你想替你爹亲手戴上？呼兰在京中步步紧逼，他们就等着穆家乱，等穆家造。你一乱，穆家就完了。你爹一生忠勇，不是用来毁在你这一时冲动上的。回去吧，安分待着，就是在帮你爹。顾长风，我再信你一次，我爹若有半点差池，我穆云昭定将你碎尸万段。王子，大理寺的人动手了，就在刚才，一队差役去了镇国将军府，用正式传票带走了幕府的大管家林柏。顾长风果然是把好刀，够快，够狠，够准。可是王子，属下还是有些担心，我们这步棋走的是不是太险了？巴特尔毕竟是死在幕府，万一穆天成反咬一刺客，说被他们当场格杀，我们岂不是前功尽弃？刺客，铁马，你记住，最高明的猎人从来不是用蛮力把猎物拖进陷阱，而是让猎物心甘情愿的走进你为他量身定制的陷阱。巴特尔从来都不是刺客，他是一位被邀请的客人。王子，您的意思是，穆天成的软肋不是他手中的边军，也不是他的赫赫威名，而是他那个亡妻和他心底里那个自以为无人知晓的秘密。移民的秘密，穆天成一直在暗中庇护着一群移民同胞，大前的军神却在庇护乱党，这个秘密才是能要他命的毒药。而本王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本王在幕府里埋下棋子的作用。王子，您早就安排好了？那当然，幕府后院的一个老花匠，他也是古兰移民，但他有个孙子天生恶疾，需要一味西域药材吊命。那味药只有我金帐王条才有，我给了他足够的药，而他只需要为我做一件事。在案发当晚，他告知巴特尔，幕府大管家林柏藏有阿格拉的遗物，要在一个的地方秘密交给他，那个地方就是暖房。所以他不是潜入，而是被请入的，他是信使。那杀了巴特尔的，当然也是老花匠，他年轻时也是个狠角色，对付巴特尔绰绰有余。他按照我的吩咐，在巴特尔的指甲缝里塞满了玉骨兰的花粉和草木灰，然后用运花肥的独轮车将尸体运了出去。毕竟，如果人死在幕府，还怎么让我们的顾大人查案呢？一切都天衣无缝。现在，本王已经把舞台搭好了，连剧本都写好了，接下来就看穆天成和皇帝要怎么唱这出戏了。可千万别让本王失望啊！他们还是来了，是属下无能，将祸水引到了府上。人呢？毕竟是自己的族人，属下下不去手。不关你的事。从胡兰踏入京城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他和他爹一样，都是闻到血腥味就绝不松口的狼。看样子他们是想把阿古拉的案子翻出来重查。我早就料到了，胡兰演这么一出大戏，为的不就是这个吗？他想知道阿古拉是怎么死的，他更想知道阿古拉要找的东西到底在哪儿。将军，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顾长风心思缜密，手段狠辣，我怕瞒不住他。为什么要瞒？从明天起，大理寺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什么？阿古拉的死我一人担之，你就说当年阿古拉发现我庇护移民，以此要挟我，不得已才让你杀人灭口。不可！厮杀史实，庇护乱党，这是灭族的大罪。您那也比通敌叛国罪名要轻。这些年我穆天成为大前守国门，自问无愧于心。将军，起来！我穆成成的麾下没有跪地求饶的软骨头。记住，从明天起，你只是一个奉命行事的下属，所有的罪我来扛。将军，大理寺的顾大人和裴大人带着人又来，去吧。是，将军。顾大人、裴大人，有劳二位久斗了。林管家，请吧。林柏，你可知罪？不知裴大人所言是何罪？还敢狡辩！使团护卫巴特尔被杀一案，所有证据都指向你幕府暖房。你身为幕府大管家，总管府中一切事务，难道你会不知情？巴提尔被杀一事，草民确实不知。至于暖房，草民虽每日都会前去打理，但府中人多手杂，或许是有人疏忽，让凶徒潜进来也说不定。林管家，我们换个话题。7年前金帐王庭使团入京，使团副使阿古拉暴毙于馆驿，当时负责此案的正是你，时任大理寺少卿的林柏。林大人，确有其事。顾大人记忆力惊人，在下佩服。我好奇的是，为何阿格拉副使死后，
您就辞去了大理寺少卿的职位，甘愿去幕府当一个管家，这似乎不合常理吧？人各有志，官场选恶，草民只是厌倦了，想寻一处清静之地安度余生。穆将军与我有恩，去他府上报答恩情，有何不妥？是吗？可呼兰殿下提到，在阿古尔病逝之前，曾与您有过一面之缘，此事你又作何解？一派胡言！我与阿嘎拉素未谋面，这分明是那王子血口喷人，意图构陷。构陷？你我也算是同僚。大理寺的卷宗有多严密，你比我清楚。这是7年前，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大理寺少卿林柏曾以核对驿站安访为由进入馆驿，停留了足足1个时辰。当晚，阿戈尔就病逝了。林管家，你现在还想说你与他素未谋面吗？林管家，不必紧张，我们只是想弄清楚真相而已。今天就到这里吧。不过我们会查清楚的。7年前，你和阿嘎拉到底谈了些什么？他又是怎么死的？放了。顾长风明明把林柏逼到了绝路，最后却又把他放了。是。据说林柏出大理寺的时候脸色惨白，像是丢了魂一样。有意思。他想干什么？难道他怕了穆天成，不敢继续查下去了？不，他不是怕了，他是在钓鱼。他把林柏这条受惊的鱼放回水里，是想看看这条鱼会游向何方，或者说水底下的大鱼会有什么反应。顾长风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还要有耐心啊！不行，不能再等了。顾长风已经快超出我的掌控了，我必须把水搅得更浑才行。铁马儿，属下在。下月初3是穆将军亡妻的忌日，去准备一份厚礼，要足够贵重。另外，再替我约一个人。你把他放了。是。臣以为林柏只是个执行者，真正的秘密在穆将军身上，一味的逼问只会让他死守秘密，不如放他回去，让穆将军自己做出抉择。哼，抉择？你是想让他来跟朕摊牌吗？臣不敢。你没有什么不敢的，你这小子胆子比天还大。你是不是觉得朕不敢动穆天成？陛下是千古明君，自有胜断。动穆天成，朕当然可以动，但穆天成一倒，大前边军就会军心不稳，到时呼兰会挥军南下，为了一个陈年旧案动摇国本不值。可若任由这个秘密埋藏下去，像是喉咙里卡了一根刺。朕不喜欢这种被掌握主动权的感觉。顾长风，臣在。你做得很好，放了林柏这步棋走得妙，既给了穆天成压力，又没有把事情做绝。朕就喜欢你这种。你想要查，那就继续查，但是记住朕一句话，继续敲打，但不要敲破了。朕要看戏，但不想看到舞台塌了。臣遵旨。皇帝默许我继续施压，但也给我画下了一条红线，绝不能伤及穆天成的性命和根基。这是一场带着镣铐的舞蹈。去查林柏进入幕府之前的所有履历，尤其是他任职期间接手过的所有案子，接触过的所有人，调阅过的所有卷宗，我要知道他的一切。顾大人，都查清楚了。林柏在任期间履历清白，办案公正，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唯独有一点有些奇怪，说，阿格拉病逝的前3天，他曾以查阅旧案为由，调阅了一份被封存的卷宗。什么卷宗？西陵院叛乱的卷宗。西陵院叛乱，那是一场宫廷叛乱，据说是前朝余孽意图复辟，在京城西郊行刺陛下，但被迅速剿灭。因为牵扯到宫闱秘讯，所有相关档案都被永久封存。他为什么要去查10年前的叛乱案？这和阿古拉的死又有什么关系？裴青，你可知西陵园叛乱的相关细节？长风，这不能再查了，这可是陛下亲自封存的案子。当年为了这事，京城里血流成河，连宗室都有人被牵连进去。我们要是去碰这个案子，那就是在挖大钱的根啊！裴青，你说的我都明白。巴特尔被杀，玉骨兰花粉，幕府暖房，呼兰的阳谋阿古尔的死，林柏的秘密，现在又多了10年前的西陵院叛乱。这些线索看似杂乱，但都指向了共同的核心：穆天成和林柏拼死守护的秘密，让呼兰破戒想要挖出来的秘密。这个秘密一定就藏在那场叛乱之中。你推测呼兰和阿古拉想要的是同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就藏在西陵院叛乱的秘密里。是，臣大胆猜测，穆将军和林柏守护的也正是这个秘密。他们宁可背上杀害使臣的罪名，也不愿这个秘密被外人所知。他们找的就是这个，传说出古兰王国的圣山，那座圣山里有足以买下半个天下的惊天宝藏图。陛下，这……陛下，既然图在您手中，那呼兰为何？他为何还要盯着穆天成不放？因为这张图连同他所指向的宝藏，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谎言。于是他们的首领便捏造了这个传说，伪造了这张地图。当年是穆天成带兵剿灭叛乱，缴获的此图。事后他将图和这个谎言背后的真相一并呈给了朕。
但宝藏的流言比真相跑得快，也比真相更蛊惑人心。一个虚无的宝藏足以引来无穷无尽的贪狼。于是朕下令将此事永久封存，而穆天成则是最后一个接触过藏宝图的人。这些年，无论是草原上的狼，还是大前朝里的鬼，都把眼睛死死地定在了穆天成身上。他们都以为穆天成私藏了这张图，却不知他们拼死追逐的只是一个泡影。穆天成硬生生替皇帝背了这黑锅，用一个虚假的秘密去掩盖更致命的秘密。好一个穆天成，好一个铁血忠臣！陛下，您一直都知道穆将军在庇护那些移民。知道，朕不但知道，朕还知他的亡妻便是古兰王族的直系后裔。林柏是古兰王国宫廷大学士的亲孙。穆天成是忠臣，也是一头会噬人的猛虎。朕要用他的忠，也要提防他的爪牙。他庇护移民是主动给自己套上枷锁，是让朕安心。但现在忽然为一个谎言而来，并坚信藏宝图就在穆天成手上。顾长风，你告诉朕，朕该怎么做？回陛下，臣以为我们应当演一出戏。演戏？对，演戏。呼兰想借我们之手逼迫穆将军交出藏宝图，那我们就顺水推舟，把这出戏演下去，让呼兰确信图就在穆将军手上。而且穆将军已经快要撑不住了，我们要让他看见希望。因为当一头狐狸在猎物即将到手时，就是他最松懈、露容易尾巴的时候。臣以为这张藏宝图就是我们送给他的第一份礼物，到那时他就会发现自己捧着的不是宝藏，而是一个随时会让他粉身碎骨的黑火桶。草原上没人关心图的真假，他们只会知道图就在乌兰手上，尤其是那位雄才大略的巴图可汗。届时，这位草原之主会如何想？是南朝皇帝的计谋，还是他的儿子打算独吞宝藏，提前坐上他的王座？到那时，这位草原之狐除了与我们合作，别无选择。这才是真正的阳谋。这哪里是在查案，这分明是在撬动国运！好一个顾长风，朕果然没有看错你。现在，你的任务变了，朕要你连同穆之成和呼兰演好这出戏。臣领旨。不过要演戏必须听话，穆天成这头老狮子可不好摆布。你现在就去镇国将军府，告诉穆天成，朕什么都知道，然后告诉他朕的计划。朕要我大前的军神亲自披挂上阵，来当这个吊起整片草原的鱼饵。顾大人，深夜造访，所谓何事？你懂棋？略知一二。不过，比起棋盘上的厮杀，我更喜欢看棋盘外的风景。你放走林柏，又大张旗鼓地查7年前的旧案，究竟想做什么？将军在问我，还是在替某些人问我？将军，西陵院移民谋逆。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将军听得懂。您的亡妻古兰朵，林柏，原名古兰修，古兰王国宫廷大学士之孙。将军这些年一直在暗中庇护古兰移民。这些都是你查出来的？不，是陛下告诉我的。陛下还告诉我，10年前，将军缴获了一张圣山藏宝图，那张图是假的，而这个谎言是陛下默许他流传于世的。您用一个把柄去掩盖那个虚假的秘密，这步棋走得高明，但如今棋局变了。说吧，陛下想让我做什么？陛下要演一出戏，一出将整个草原都拖下水的大戏。呼兰想要藏宝图，我们就给他。我们要让他相信图就在您手上，而且您快要扛不住了，准备用这张图搏一个出路。我们要把这张藏宝图变成一个真正的火药桶，然后亲手点燃它。好，要我怎么做？从现在起，您不是镇国大将军，而是一个被朝廷猜忌、被奸臣逼迫、涉嫌谋害使团的逆犯。您要做的就是当好这个鱼饵。好，那林柏会是您最信任的，负责穿针引线的中间人。我会安排好一切，您只需演好您的角色。将军，大前的未来拜托了。这盘棋该换一种新玩法了。长风，我们就这么回去了？穆将军他真的就答应了？裴青，戏台已经搭好了，演员也已经就位，现在该是敲开场锣的时候了。开场锣？穆将军这个鱼饵现在还太新鲜，草原上那头狐狸就算再自负，也不会轻易上钩，所以我们得帮他一把。怎么帮？
得让全京城的人都看到他穆天成要完了。我们要让他众叛亲离，让他感受到朝廷的压力。你想……裴青，你现在就回大理寺，调集你手下最信得过也最咋咋呼呼的一队人马。记住，阵场要做得越大越好，火把要多，嗓门要亮。然后呢？然后再去一趟镇国将军府。还去？对，但这次不是去请，而是去抄家。什么？抄家？长风，你疯了！没有陛下的旨意，私自抄查一品镇国将军的府邸，这是死罪。谁说我们是私自行动？我们是奉旨查案。现在证据确凿，我们怀疑幕府私藏凶徒，甚至窝藏了与本案相关的证据。前去搜查合情合理，也合法合规。可穆将军他会配合的。去吧，裴青，记住，动静越大越好。我要让三皇子清清楚楚地听到今晚的动静。好。王子，我们的眼线传来消息，大理寺卿裴宣刚刚点齐了上百名差役，手持火把，杀气腾腾的往镇国将军府去了。哦，这么快就按耐不住了吗？对呀，王子，看那阵仗，不像是传唤，倒像是要去抄家。抄家？顾长风比我想象的还要心急，他这是想用雷霆手段一举压垮穆天成。王子，您说他们能查出什么来吗？查出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查的可是大前军神、手握重兵的穆天成。就算他真是凶手，皇帝想动他都要掂量三三。可现在顾长风一个八品小官，竟然敢三番两次的找上门，甚至还要去抄家，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是皇帝的意思，是皇帝在背后给顾长风撑腰，他想借顾长风这把刀来对付穆天成。不错，看来穆天成这些年功高震主，皇帝已经起了猜忌之心，而我们只是给了皇帝一个动手的借口。这一切似乎太顺利了，顺利的就像是有人提前写好剧本，而我只是在按照剧本念台词，会是这样吗？不可能，男人虽然狡诈，但他们骨子里是僵化的，他们绝不敢拿国之重器来做赌注。穆天成是大前的定海神针，动他等于自毁长城，皇帝不会如此愚蠢，所以真相只有一个。那颗埋在幕府的棋子，该动一动了。王子，您的意思是，那个老花匠传我的命令给老花匠，让他想办法见林白，告诉林白，就说我金帐王并三王子可以给他家将军指一条生路。是，王子，属下这就去办。顾长风，你以为你在第5层，却不知我早已站在云端，俯瞰着你和你的猎物。这出戏真正的主角是我，而你们都只是我的棋子。都给本官仔细点儿，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挖地3尺也要把凶徒给本官揪出来。裴宣，你安敢如此？我乃镇国大将军，你无凭无据，竟敢带人闯我府邸，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还有没有陛下？穆将军，下官也是奉命行事，使团护卫死在你的暖房里，物证俱在，下官有理由怀疑你府上窝藏凶犯。今日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下官也得查。好，好一个奉命行事！我倒要看看你能从我这将军府里查出什么花来。爹，跟这帮狗仗人势的东西废什么话？他们再敢动一下，我就把他们的腿全都打断。我穆家的人什么时候受过这种鸟气？住口！你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你懂什么？如今人证物证俱在，大理寺是按规矩办事。你敢动手，就是公然抗法，是想把我们整个穆家都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吗？可是他们没有可是，我穆天成为大前守了一辈子国门，到头来却要蒙受不白之冤。好得很。裴大人，你尽管查，我穆天成要是真的窝藏了凶犯，我这颗项上人头你拿走便是。这2位爷的演技真行，不去梨园当台状子，真是屈才了。父子反目，英雄末路。看来那头老狮子真被逼到悬崖边上了。是的，穆天成气的打了他儿子一个耳光，还说出什么蒙受不白之冤，看样子是心灰意冷了。很好，鱼儿已经伤痕累累了，现在该是我们的钩子慢慢靠近的时候了。老花匠有消息了吗？回王子，那老家伙倒也机灵，他趁着府里大乱，以后院花草被毁为由，
找到了大管家林柏。林柏一开始不搭理他，但那老家伙就跪在林柏门口，嘴里一直念叨着将军蒙冤，族人不安，还故意提到了古兰二字。哦，那林柏作何反应？林柏的反应很激烈，他听到古兰二字，立刻把老花匠拖进了屋里。屋里传来他压抑的怒吼声。过了一会儿，老花匠鼻青脸肿的被赶了出来，嘴里还骂骂咧咧，说林柏忘恩负义。好一个林柏，好一个忠心耿耿的奴才。王子，那我们下一步等。林柏现在就像一根被拉紧的弓弦，我们再逼弦就要断了。我们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自己想明白。他会把我们的好意告诉那头走投无路的老狮子的，他们或许会争吵，会犹豫，而我们只需要等着他们做出那个我们想要的选择。将军，他今天是奉了呼兰的命令来试探我的。呼兰这条毒蛇已经盯上我们了，他想用移民的秘密来逼您救灭。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那个顾长风不是说了吗？你会是我最信任的中间人。现在呼兰已经把线递到你手上了。将军，那我该怎么做？继续演下去。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被主子逼迫、被同族要挟、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在忠义和私情之间挣扎的可怜人。你要让呼兰相信，你就是他撬开我嘴巴的唯一钥匙。林柏，委屈你了。为将军，为大钱，万死不辞。好，去吧。等那头狐狸下次找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选了。朝堂上超过70%的言官都在弹劾穆天成。是的，王子，听说宰相李纲一派的人这次是主力，他们早就看穆天成不顺眼了。皇帝呢，还是没动静。是的，王子，皇帝他就好像不知道这件事一样，每天照常上朝批阅奏折，对穆天成的事一字不提。看来时机已经成熟了，爹母。属下在。你觉得穆天成现在最想要什么？活命，还有保全他的家族。没错，但还不够，他心里还有一根软肋，那就是他庇护的古兰移民，那些是他亡妻的族人，也是他这些年一直想保护的人。这件事一旦暴露，比杀害使臣的罪名还要大，等同于乱党。所以我们要给他一条让他彻底安心的退路。你再去一趟，通过老花江见林柏。这一次你要把我的条件全部告诉我。第一，我呼兰保他全家毫发无损，秘密送到草原。第二，他庇护的那些移民，我也可以将他们接到草原上，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第三，我可以向我父汗承诺，只要穆天成愿意归顺，我保举他为镇南大将军。而我想要的只有一个圣山藏宝图。告诉林柏，这是他家将军最后的机会，3天之内给我答复，否则我无法保证移民名单会不小心落到顾长风手上。好狠的手段，也好大的手笔。将军，他这是要釜底抽薪，要我穆之成彻底断了对大钱的念想啊！林炳，属下在，你去告诉他，他的条件我答应了，但是口说无凭，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在给我画大饼？我要他拿出诚意来。他不是想要藏宝图吗？那张图是我母拿命换来的，也是我唯一的筹码，想就这么轻易拿走，没那么容易。你去告诉呼兰，想要图可以，先替我办一件事。我要他把他大哥在北境所有暗中的商路据点都画在一张图上交给我。他不是想让我当镇南大将军吗？那我就先拿他大哥来祭我的刀。好家伙，这是要让呼兰亲手斩断他兄长的背膀，逼着他们兄弟二人彻底反目成仇啊！将军，这呼兰会答应吗？他会的。将来草原的王只能有一位，而且他是一个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真正的枭雄。我只是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去吧，把我的要求告诉那头草原之狐，看看他敢不敢接。好，好一个穆天成，好一头老奸老滑的狮子。我还是小看他了，我以为他是被拔了牙的困兽，没想到他就算要死，也要从别人身上撕下一块肉来。王子，穆天成这个条件实在是太歹毒了，他这是要逼着您和大王子彻底撕破脸皮啊！撕破脸皮？我和他那张脸从来就没完整过。我那位好大哥巴不得我回不去，他安插在我身边的眼线，以为我不知道吗？不过穆天成这一招确实是高，他这是在试探我，也是在逼我站队。他想看看我呼兰究竟有没有魄力，有没有实力来当他未来的主子。王子，那我们该怎么办？真的要答应他吗？这可不是小事，
一旦做了，您和拔都王子之间就再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回到王庭，必然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找到那份地图，或者找到当年杀死阿姑拉的那个人，把他或者他给本汗带回来。傅寒对那份地图的渴望，我看得清清楚楚。圣山宝藏不仅是财富，它更是古兰王国的最高信物。谁得到了它，就等于得到了另一支强大的、足以改变草原格局的力量。傅寒想要，我更想要。有了这笔富可敌国的宝藏，到那时，整个金兆王庭，整个草原都将是我呼兰的。铁马儿，属下在。你觉得一只狼想要杀死另一只更强壮的狼，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偷袭或者下毒？不是让它先饿肚子，让它没有力气，到那时我们再扑上去，就能轻而易举地咬断它的喉咙。王子，您的意思是？穆天成的条件我答应了，但是我们不能直接把名单给他，那样我们就失去了主动权。我们要换一种玩法。穆天成想要拔都的商路和据点，他无非是想借大钱的手来削弱我大哥的实力。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做得更彻底一点？帖木儿派我们胡狼里最精锐的人秘密前往北境，让他们联络那些早就对拔都不满的首领，同时把这份名单想办法泄露给大前边军。王子，您这是要借刀杀人？不，是借2把刀杀同一条狗。我要让拔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内外交困的丧家之犬，到那时他还有什么资格跟我争？可是王子，这样一来动静太大了。可汗那边，傅寒那边，我会亲自写信解释，我就会说是大哥行事不密，被大前人抓住了把柄，才导致商路据点被端，而我是为了替他收拾烂摊子才不得不出手。到时候富豪就算生气也不会多说什么，他只会看到我呼兰比我那个蠢货大哥更有手段，也更懂得如何攫取利益。那穆天成那边我们怎么回复？就说他的诚意我收到了，我大哥的项上人头我很快会亲自给他送过去，现在该轮到他拿出他的诚意，告诉他3天后此时，城外护国寺，我要亲眼见到那张地图。顾长风的出现，巴特尔的死，大理寺的步步紧逼，朝堂上的风起云涌，穆天成的众叛亲离，这一切都像一根根线，似乎被一只无形的手巧妙地串联在了一起，最终都指向了圣山藏宝图。这只手是巧合，是天意，还是顾长风能将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中？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是很聪明，但他只是皇帝的一把刀而已，而我不过是他们用来点燃引线的火星。他们自以为算无一策，却不知道我会将整个火药桶都抱走。男人啊男人，你们终究还是不懂我们草原的狼。狼是不会甘心当一颗火星的，狼要的是整片猎场。长风，你这一招也太狠了！你这是要把那2位王子往死里整啊！裴青，对付狼就得用猎人的法子。你对他仁慈，他只会觉得你软弱，扑上来咬断你的喉咙。呼兰以为自己在第5层，那我们就把他捧到第10层去，让他站在云端。可万一他不上当呢？万一他看穿了我们的计策呢？他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他太想赢了。一个赌徒在尝到甜头，并且看到更大赌注的时候，他是不会收手的，他只会全部缩合。圣山藏宝图就是那个足以让他疯狂的赌注。为了这个赌注，他可以出卖兄弟，可以欺骗父亲，可以赌上一切。他的贪婪和自负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就这么等着？不，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戏要演全套。呼兰既然已经决定动手，北境很快就会乱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大前的边军总得有点反应吧？你是说要通知穆将军？没错，你派个信得过的人去给穆将军送个信，告诉他草原上有大热闹看，陛下只是罢了他的职权，边军的军权可是没动的。让他麾下的30万边军都把眼睛擦亮点，把刀磨快些，准备看戏。不只是看戏，还要准备下场，去捡那些从天上掉下来的便宜。长风，此事陛下知道吗？陛下会知道的，而且陛下会很高兴的。大钱要变天了。你再说一遍。大王子，我们设在北境的7个盐铁交易点，全被大前边军给端了。我们养在黑风口的500匹战马也被人抢了。还有沙狼部落的那个老家伙，他趁火打劫，吞了我们3个牧场。呼兰，我要杀了你！来人，备马！老子现在就带人去南边，
把那个杂种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大王子息怒，息怒！你让老子怎么息怒？他都把刀架在老子脖子上了，我再不还手，明天他是不是就要带人来睡我的帐篷，抢我的女人了？闹够了没有？傅寒，跪下！傅寒，您要为我做主啊！呼兰他联合男人在背后捅我的刀子，把我的商路、兵马全都给毁了，他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呀！你的商路是怎么被毁的？是被大前的边军，你的兵马是怎么丢的？是被沙狼部落。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他们偏偏在这个时候动手？是不是你行事不密，自己把把柄送到了人家手上？傅寒，我没有，这一定是呼兰搞的鬼，他嫉妒我，他想害我。够了！张口闭口就是呼兰，你除了会把责任推到你弟弟身上，还会做什么？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像什么话？还有没有一点黄金八族王子的样子？大汗，三王子殿下的800里加急密信。自己看看吧。无耻，太无耻了！呼兰不仅抢了我的东西，还要给我扣上通敌的帽子，他还要用圣山宝藏来堵住傅寒的嘴。傅寒，这不是真的，他在撒谎，他在陷害我。够了，信我已经看了，是非对错我自有公断。从今天起，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营帐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踏出半步。至于你那些损失，就当是买个教训吧。将军，都乱起来了。好一个呼兰，比我想象的还要快，还要狠。呼兰派人传话来了，他说他的诚意我们应该看到了，现在该轮到我们兑现承诺了。他约您3天后子时，城外护国寺交付地图，回复他就说我会准时到。北境的风已经吹到了京城，那头草原之狐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来咬钩了。顾长风啊，顾长风，你布下的这张网，现在终于要收了。王子，都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已经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就算是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来了。穆将军，你终于来了。哼，我的人呢？将军放心，只要我拿到东西，我保证，你的家人和族人都会安然无恙地出现在草原上。我怎么信你？将军，事到如今，你除了信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哼，东西就在这里。等等，将军，你又想做什么？我穆天成戎马一生，到头来却要落得一个通敌叛国的下场。我恨那个薄情寡义的皇帝，我恨那些落井下石的奸臣，我更恨我自己。呼兰，我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你，你敢不敢当着这满天神佛的面发个誓？你若负我，我就算是化作厉鬼，也绝不放过你。好，我呼兰对长生天起誓，若违此誓，便叫我万劫不复，不得好死。有埋伏，保护王子！该死，是南朝的鹰犬！穆天成，你算计我！将军，快走！呼兰，东西给你，我们的交易完成了，带我的人走。我明白了，这不是穆天成设的局，这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那个大前皇帝想要黑吃黑。独眼将军，撤！长风，这会不会玩得太大了？穆将军他真的受伤了？假的。将作剑特制的中空箭头，天太黑，而且情况紧急，呼兰根本没有时间去检查伤口，不流点血，怎么能让那头狐狸相信呢？可是，万一呼兰被杀了怎么办？不会的，我让动手的人留了分寸，目的只是为了制造混乱，把他吓走。现在，鱼儿已经成功的
把钩子吞进肚子里了。接下来就该是收网的时候了。为了这个东西，我折损了将近一半的精锐，这个代价不可谓不大，但值得。王子，快上马，我才是最后的胜利者。这是古兰王国的文字，错不了，就是他。我成功了，我真的拿到了这份传说中的足以改草原格局的惊天宝藏。我将成为草原上唯一的王。王子成功了，我们赌赢了。兽皮的质地，古朴的墨迹，神秘的符号，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真实的天衣无缝。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底总有些不安，似乎也太完美了，完美的像是一场排练了无数遍的戏剧。从巴特尔的死到大理寺的步步紧逼，再到朝堂上的风波，每一件事都和顾长风有关。而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在利用他，可现在想来，有没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他在利用我？他利用我的野心，对藏宝图的渴望，一步步引诱我走进这个他精心设计好的圈套，为了将这烫手的地图塞到我手上。我被耍了，我这个自诩为草原之狐的男人，被一个南朝的小小书生给当猴耍了。王子，王子，您怎么了？王子，不好了！王庭来了旨意。大汗他命您立刻返回王庭，将您得到的圣山藏宝图献上去。你说什么？傅寒他怎么会知道？是大皇子，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您拿到提仆的消息，就是为了独吞宝藏，图谋不轨。现在整个王庭都自立为王了。阿朵，又是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我明白了，一切都是顾长风的串计。那个该死的男人，他就是要让整个草原都知道我拿到了这张该死的地图。好狠，好毒，好一个一石三鸟的毒计。王子，我们现在怎么办？这张图绝对是假的，是顾长风和穆天成联手伪造出来坑害我的。顾长风，王子，我们要不就说没拿到，说我们中了男人的奸计，那晚在护国寺被他们耍了。没用的，谁会信？拔都会信吗？傅寒会信吗？没有人会信的。把地图收起来，我们不能回王庭，现在回去就是自投罗网，也不能留在大前。这里是顾长风的地盘，留在这里只会让他有更多的方法来炮制我。那我们能去哪儿？滚！王子殿下，是有一封信，指明要交给王子殿下，拿过来。是他，顾长风，那个把我推入深渊的魔鬼，竟然还敢来找我。对马，为什么？王子殿下，你还记得你我在馆驿见面时你说过的话吗？你说我是个聪明人，可惜你只说对了一半。我不只是聪明人，我还是个敌资必报的小人。可你忘了，棋盘上最厉害的杀招，从来都不是吃子，而是做事。我所做的，不过是顺着你的事帮你一把而已。你想要穆将军众叛亲离，好，我让整个朝堂的言官都来弹劾他。你想要穆将军走投无路，我让陛下对他冷眼旁观，你一个让你相信的交易。我让穆将军用你大哥的项上人头来纳一份投名状，你走的每一步都在我的预料之中，不应该说你走的每一步都是我希望你走的路。你最大的破绽不是你的计划不够周密，而是你太自信，也太贪婪。你就像一个看到了饵料的鱼，只想着一口吞下去，却没想过那饵料下面藏着一个能把你拖进深渊的钩子。圣山宝藏哦，那个说起来还要多谢王子殿下。我们本来准备的是羊皮地图，后来觉得质感不太对，还是听了王子您对古物的见解，才连夜让匠作间的老师傅用削制过的鹿皮仿了一张。你那张地图是假的，但你傅寒和你大哥都认为它是真的，所以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带着这张假地图回王庭，然后身败名裂；第二，
我要你拿着这张地图去一个地方，一个能让这张假地图变成真地图的地方，一个能让你真正翻盘的地方。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信的人有多少。只要草原上那些对你富含不满的部落，那些被你大哥欺压的部族，还有那些流落在各处的古兰移民，他们都信了，那它就是真的。我凭什么信你？你没得选。那张地图上除了那座根圣山，我还让画师添了点别的东西，一些关于你大哥拔刀私自开采金矿、豢养私兵的地点。所以这是真正的藏宝图，信不信由你。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那个叫顾长风的男人，像一个高明的剥皮匠，一层层剥掉了我的骄傲。我成了他手中一枚可以随意摆弄的棋子。顾长风说，画师在上面添了点别的东西，是什么呢？新月是拔都麾下月神卫的徽记，篝火是沙狼部落的图腾，断剑是20年前被傅寒亲手剿灭的黑剑部的象征。而那条细线串联起的根本不是什么藏宝路线，而是一条走私矿石的密道。拔都那个蠢货竟然背地里勾结了沙狼部落，收编了黑剑部的余孽，这才是这张地图上真正的宝藏，一份足以将那位好大哥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千宝藏。顾长风我的不是救命稻草，而是一把刀，一把可以捅穿金帐王庭，让草原血流成河的绝世凶刀。何其疯狂，何其歹毒！事情可还顺利？裴青久等了。昨夜风大，茶棚里的茶也劣质，喝完有些焦心。成了？什么成了？呼兰已经带着地图准备动身返回草原了。你当真把那枚足以引爆草原的火种交到了他的手上？不只是交给他，我还帮他在那火种上又浇了一勺油。长风啊，你这是在养虎为患，不，比那更甚，你是在养蛊。你将那份足以颠覆金帐王庭的宝藏交到呼兰手上，固然可以让他撕咬自己的兄弟，但那也等于给了他一把可以号令草原一己的令旗。一旦他成了气候，整合了所有部落，掉过头来，我们大前将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比巴图可汗更可怕的敌人。你这一步棋太过凶险了。裴青，你觉得一头吃饱了的狼和一群饿得眼睛发绿的狼，哪一个对我们威胁更大？现在的草原就像一头吃饱的狼，可如果我往这群狼里扔下一块能让他们发疯的肉呢？他们会为了争夺这块肉互相撕咬、互相残杀，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内斗上。到那时，他们还有力气来咬我们吗？我们不仅不用再担心被咬，甚至还能过去捡几张上好的狼皮回来过冬。可此事牵连国运，终究太过凶险。陛下那边，我会去亲自禀报。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在陛下的掌控之中，我不过是那个负责执行的棋子罢了。尝尝今年的新贡茶，这茶还是老样子，入口苦，回甘长，就是喝着不解渴，不如在边关喝的马奶酒痛快。粗人，可惜李相不在，他的跑茶本事比朕行，那还不是你干的好事。再这么关下去，我这身老骨头都要生锈了。城里那些说书的，怕是已经把我编排成大奸臣了。他们越是这么说，你才越安全。朕的镇国将军，怎么连这点委屈都受不得？朕的大将军没想到有梨园当台的本事，不错不错。陛下，顾大人到了，让他进来。臣参见陛下，参见穆将军。免了，坐下喝杯热茶，驱驱寒气。谢陛下。事情办妥了？妥了，呼兰已经准备上路了。他会信吗？他不得不信，因为那是他唯一的生路，也是他唯一能向他大哥复仇的武器。好一个不得不信！顾长风，你这诛心之术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都是陛下运筹帷幄，臣不过是奉旨行事。行了，朕不喜欢听这些虚的。说吧，这盘棋下完了，你心里是不是又在琢磨着开一盘新的了？陛下，棋盘虽静，却也空了。呼兰这颗棋子，我们虽然落下了，
可他毕竟是草原人，他能搅动风云，却终究隔了一层。这把火若想烧得更旺些，还需要一个我们自己的人在最关键的时候添上一把柴。谁去添？算盘这个身份，太子用过，呼兰也即将用上，但这个身份不该就此消失。你想再造一个算盘？没错，而且是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却又合情合理的算盘。穆将军如今被陛下软禁京中，名声扫地，满朝皆知穆家完了。混账话！将军蒙冤，作为儿子，难道不该心怀怨愤，不该想着为父报仇吗？穆云昭公子性情刚烈，孝心可嘉。他若是在此时联络上同样走投无路的呼兰，想要借草原之力为父报仇，甚至图谋更大的未来，这不是很合理吗？那小子性子太烈，我怕他演不好，把自己搭进去。将军此言差矣，正宜穆公子是真性情，他演出来的恨才是最真实，这份赤子之心恰恰是他最好的伪装。届时他就是我们大钱插在草原心脏上最锋利的一把刀。老东西，又要委屈你了。虎父无犬子，朕信他，更信你这个执旗之人。臣定不负陛下所托。呼兰不是善茬，你跟他打交道千万要记住，狼只会跟狼结盟，不会跟羊做朋友。儿子明白。你不明白，你这性子跟你娘一样，认准了的事，9头牛都拉不回来。这既是你的好处，也是你的催命符。记住，你姓穆，镇国将军府的儿子，可以死在战场上，但绝不能折在阴谋里。什么时候觉得不对劲就跑，天塌下来有老子给你顶着。去吧。你就是呼兰。穆家二公子果然一表人才，就是不知道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还是能咬人的小狼崽子。哼，想知道，你大可以试试。好了，大过年的都消消火气，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盟友了。盟友？顾大人，你是不是用错词了？我们顶多算是2条被同一根绳子拴着的，不得不暂时走同一条路的狗。如今在全天下人眼中，你爹是个即将被清算的逆臣，你就是丧家之犬。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扯着报仇雪恨这面大旗，去把那些同样对朝廷不满、同样想浑水摸鱼的势力都聚拢起来。你金帐王嬴三公子，如今在你父汗眼中，你是个图谋不轨的叛徒。你要做的，就是拿着你手上那份宝藏，去给你那位好大哥添堵。你们俩一个在内，一个在外，遥相呼应，互相扶持，这剧本是不是很感人？我凭什么信他？他是一头草原的狼，随时会反咬一口。我为什么要带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只会拖我的后腿。因为你们别无选择，你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哦，不是棋子。呼兰回草原需要一个借口，而你就是那个最好的借口。就连大前将军的儿子都来投靠他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呼兰有能耐，有前途。那些对他持观望态度的部落，才会下定决心站到他那边。你想扯起反旗，光有口号和一张破地图是没用的。你需要钱粮、兵器，而这些穆公子会帮你弄到。用我大钱的资源去打你草原的内战，这比买卖划算吧？好一个与虎谋皮！错了，是与2只虎谋2张皮。我只有一个问题，我父亲、我姐姐他们……放心，只要你这颗棋子用得好，他们就会很安全，甚至将来还会成为大功臣。可如果我失败了呢？没有如果，你不能失败。从今天起，我这条命暂时交给你了，但你记住，我的刀也随时可以捅进你的心脏。成交。顾大人，我想起一件趣事，我的人在金陵，就是你们南朝以前的都城，查到了一些关于10多年前的旧文，很有意思。不过呢，我忽然觉得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还是烂在江南的泥土里比较好。毕竟我这么讨厌你，怎么会把好玩的故事讲给你听呢？走了，我的盟友。金陵。老匹夫，
你到底想说什么？把老子从床上叫起来，就为了喝你这破茶？穆帅的茶自然要喝得急一些，才有杀伐之气。可我这杯是文火慢炖，不一样。少跟老子阴阳怪气！你今天不给老子一个说法，老子拆了你这宰相府！如今你儿子成了杀向草原的一把刀，可揽外必相安内，有些人早就按耐不住了。是谁？相爷，陈大人到了。说曹操，曹操到，看来陛下真正的烦恼来了。下官陈景云见过相爷，见过大将军。景云来了，坐。陛下口谕，江南的一些事情，想请相爷和将军过目。江南？江南能有什么事？不就是那帮子酸文人又写了几首诗骂朝廷重武轻文吗？哼，或者是哪家的盐商又为了一个花魁一掷千金？2月初3，漕运总督衙门上报，一艘隶属朝廷的运盐船在瓜州渡口遭遇风浪沉没，船上3000担官盐尽数损毁，无一幸免，船员23人全部失踪。一艘船沉了，也值得拿到这里来说。每年漕运上的耗损还少吗？景云，这份是瓜州水文司的记录。是。2月初7，苏州织造府上报，其下属第3绸豆坊夜间走水，火势凶美，烧毁上等贡品仅断300匹，幸而存放税银的库幡然无恙。又是意外。江南那地方天干物燥，是要小心火烛。火场中发现耕族尸体1倍，尸身无灼烧痕迹，死因乃后脑遭钝器重击，一击毙命。2月11，两淮盐运使林怀安上书请辞，言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不堪重负，请求告老还乡。林怀安，我记得他是陛下的同窗。当年陛下登基，他主动请缨去两淮那个烂摊子，为的就是给陛下看住朝廷的钱袋子。他才50出头，身体硬朗得很，怎么会突然体弱多病？这是林怀安附在请辞奏诏里的一封家信。门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户部刚刚核算出来的。去年江南各州府上缴朝廷的赋税总额，相比前年锐减了30%，而同一年，我大钱在江南登记在册的商号总数增加了20%，开垦的田地增加了1成半。他们干什么？他们想造反吗？不，他们比谁都聪明，他们不会造反，他们只是想告诉陛下，京城是李家的，但江南是他们的。江南是他们的，好大的口气！我大钱的疆土，什么时候轮到一帮子商贾和地主来做主了？他们不是商贾，也不是地主，他们是门阀。门阀？你镇守北境，不知道这些也正常。所谓门阀，便是那些传承了上千年的世家大族，他们的子弟遍布朝野，从地方的县锤到京城的六部，都有他们的人。他们的姻亲连着整个官场，他们的财富富可敌团。更准确地说，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寄生在大臣的毒瘤。他们兼并土地，垄断盐铁，还建立自己的商路，拥有自己的护卫，甚至私铸钱币。这不是国中之国吗？陛下就这么看着，朝廷就这么放任他们？如何管？你派官员去查，不出3天，不是意外落水，就是突发恶疾。就连林怀安这样不怕死的硬骨头，他们也能有1000万种法子让你干不下去。只要你派一兵锋一动，他们立刻就能让漕运停摆，让所有的商路断绝。不出半月，我大钱的经济就会彻底崩溃。所以沉船走水逼走林怀安，这些就是他们对陛下的敲打，是他们在告诉陛下，也是警告，别插手江南。如果陛下的刀扇到江南去，那么他们不介意让整个大钱陪葬。欺人太甚！天成，你现在明白陛下真正的心腹大患是什么了吧？相爷，陛下请您和将军即刻入宫。走吧，老匹夫。这王朝的烂疮烂了几百年，也该到了动刀的时候了。陛下，相爷和穆大将军到了，让他们进来。陈李纲参见陛下，臣穆德成参见陛下。免礼。景云拿给你们的东西都看了？回陛下，都看了。江南门阀欺人太甚，形同国贼。臣请旨，愿领3万黑甲军南下平叛，不将这些蛀虫连根拔起，臣誓不回京。天成，你的忠心朕知道，但你还是想得太简单了。你带3万黑甲军南下，名义是什么？平叛？他们叛了吗？他们只是沉了船，走了水，你找不到任何谋反的证据。你一动兵，他们立刻就会摇身一变，成为被朝廷打压的忠良，悠悠众口。天下人会怎么说朕？会说朕要对南方的士族赶尽杀绝，到时候人心就散了。就这么算了？算了，朕的字典里从来没有算了2字。相爷，
你告诉朕，国库里还剩多少钱？回陛下，去年北境大旱，朝廷拨付了300两赈灾，京城大案查抄了太子党羽和女真商人，刚好填平了亏空。如今国库能动用的现银不足500万两。500万两，朕需要钱，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去打造一支水上强师，防备东海的倭寇。朕需要钱去安抚北境那些蠢蠢欲动的狼崽子。而我大钱最富庶的江南，那些富得流油的门阀世家，看着朕，看着这个帝国一步步走向深渊，他们甚至还敢在这个时候敲诈朕。攘外必先安内，这块烂肉朕不挖掉，寝食难安啊！陛下打算如何做？景云，臣在。朕的使子现在在做什么？回陛下，自从送走草原公子，顾大人整日无事，便回了吴家小院，在院子里雕刻木头。雕木头，他倒是沉得住气。朕打算派个人去江南。陛下，臣愿往。臣必定将那些门阀的头一个个拧下来，给您当夜壶。你去做什么？去比谁的拳头硬吗？江南门阀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他们有多少家丁护院，而在于他们织了一张看不见的网。这张网笼罩着整个江南，水泼不进，针扎不入。你带着兵马过去，只会让这张网越收越紧，最后把自己活活勒死。陛下的意思是，要派一位懂得结网之人。结网？那张网已经和大钱长在了一起，想解开根本不可能。朕要的不是结网，朕要的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拿着一把最锋利的刀，直接将这张网连同那些腐肉，哪怕鲜血淋漓，也在所不惜。可谁是这个执刀人去？派御史有封文奏事之权，可以。御史派一个酸儒去跟一群老狐狸斗，不出3天，他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从大理寺或者皇城司抽调精干人手，他们是爪牙是刀刃，但不是执刀的手。他们习惯了在规矩之内行事，让他们去对付江南门阀，就像让一群家犬去围剿一群野狼。臣举荐一人。哦，你说说看。鸿胪司8品主簿顾长风，嘴皮子是利索。好，可江南是龙潭虎穴，让他去不是送死吗？大将军，您忘了太子是怎么倒的了吗？顾长风，此子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无门无派，孑然一身。他做事天马行空，从不按常理出牌。最重要的是，他是陛下您亲手磨砺的刀。既然你们都觉得他合适，那朕就给他一个机会。传朕旨意，选顾长风觐见。也该歇够了，是时候出鞘砍人了。圣旨到。顾大人，陛下宣您即刻入宫，有要事相商。臣顾长风参见陛下。平身。顾长风，朕有一件差事要交给你，请陛下明示。朕要你去江南。顾长风，你怕死吗？回陛下，怕。很好，只有怕死，你才会想尽办法活下来。朕封你为江南3州军政要务，巡查赋税盐铁漕运诸事，品德从3品。朕再赐你尚方宝剑，遇贪官污吏、皇亲国戚，凡阻挠新政、危害社稷者，可先斩后奏。哪里是任命？这分明是让顾长风当江南土皇帝。陛下，此举是否……朕知道你想说什么，但对付非常之人，需用非常之法。江南那潭水太深了，不扔一块足够大的石头下去，连个水花都见不到。顾长风，朕这把剑交给你，朕的脸面、大钱的情运都交给你。朕不要你带回金山银降，朕只要你给朕带回一个属于大钱的江南。朕要你让那些门阀知道，这江南的天姓李，不姓他们。臣顾长风领旨。不过，臣还有一个请求。说。臣需要2个人。大理寺8品主簿吴谦，他虽官职低微，但为人精明，熟悉官场脉络，可为臣处理文书俗务。还有一人，翰林院修状陈景云。陈大人，你要他做什么？陛下赐臣尚方宝剑是为利刃，但臣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总得有人替臣把这把剑递出去，也得有个人在别人想砍臣的时候替臣挡一挡。毕竟，臣怕死。好一个怕死！朕准了。陈景云，从今日起，你便跟着顾长风，他的安危就是你的性命。他若掉了一根头发，朕唯你是问。臣遵命。哎呦，我的小祖宗，你可算回来了！怎么样，陛下没为难你吧？经略副使，总督军政，从3品。长风，你这是？叔父，收拾一下行李吧。收拾行李？我们要去江南了。
我们也去。去江南做什么？旅游吗？去做官。叔父，你现在是我所属衙门的长史了，正6品官职。我不会是在做梦吧？熬了10几年，还是一个8品的小小主簿，而现在眨眼成了正6品的长史大人，不是梦。那我呢？我是不是成了官夫人？老吴啊，这件棉衣你贴身穿着，江南那地方阴冷，湿气能钻进骨头缝里。还有这包点心，别舍不得吃，钱都缝在礼仪的夹层里了，你可千万别大手大脚，也别让人摸了去。江南的水不是深，而是浑，浑到你看不见水底的石头，也看不清游鱼的影子。门阀世家同气连枝，你动一家便是与整个江南为敌。记住，万事先保住自己。相爷放心，学生明白。小子，到了江南，别给老子丢人！谁敢跟你动刀子，你就给老子10倍100倍的砍回去！我在江南有几个老弟兄，他们不认官不认钱，只认我穆天成的兵符。若有需要，林柏会告诉你怎么找到这把暗处的刀。谢过大君。大理寺提刑令见此令，如见亲临。江南传各州府衙门们挑死囚营，你想审的人，没人敢捞。时辰不早了，上船吧。3位大人，保重。长风，我的老天爷，这船也太奢华了，比咱们那个小破院子大上100倍不止。陈大人，陛下的那份礼单带来了吗？都在这里。其中以琅琊王氏与陈郡谢势力最大，根基最深。前朝便有民谣“王与马共天下”，这里的马便是我大前之前的司马皇族。你的意思是，这王家和谢家前朝就是皇帝的合伙人了？不错，大前立国，太祖皇帝为安抚江南，非但没有清算，反而予以拉拢，封王氏家主为太傅，谢氏家主为太保，这才换来200年的相安无事。这哪里是相安无事，这是养虎为患。如今虎已长成，甚至觉得这笼子太小，想把半个天下都化成他的山林了。那我们这次去，岂不是直接就撞到老虎嘴里了？我们不是去打虎的。那我们去干嘛？我们去开龙。开龙？江南这潭水太静了，静得像一潭死水。我们要做的不是往里面扔石头，而是把关着这些猛兽的笼子一个个打开。这些门阀看似铁板一块，但撕开那层利益的皮，内里早就烂了。一旦有人把这道锁给撬了，他们会不会比我们更希望对方死，挑希望他们内斗？不，我只是给他们一个互相撕咬的理由，一个他们就算明知是陷阱，也无法拒绝的理由。江南到了，这场由我主导的猎杀大戏也即将拉开序幕。下官江宁知府孙志才率江南3州同僚恭迎钦差顾大人。顾大人舟车劳顿，下官已在城中德月楼备下薄酒，为大人接风洗尘。长风，人家叫你呢，咱们是不是该下去了？太不给面子了。叔父，你记住，从踏上江南这刻起，我们不需要给任何人面子，因为我们的脸面就是陛下的脸面，我们就是规矩。奉顾大人口旨意，大人连日劳顿，身子乏了，接风宴免了。另外，大人想在船上多看几日风景，这几日就不必来打扰了。既然如此，下官便不打扰顾大人雅兴了。长风，你这招太绝了，那孙胖子脸都气紫了。这只是开胃小菜，传令下去楼船戒严，任何人不得擅自上下。另外，告知厨房，未来3日入口的所有东西只用我们从京城带来的。这是为何？因为他们的第一份大礼很快就要送上来了。3天了，那姓顾的小子到底想干什么？把我们晾在码头淋了1个时辰的雨，如今又闭门不见客，他这是完全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哼，我看他不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他是没把整个江南放在眼里。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靠着扳倒太子得了陛下的青眼，就真以为自己能在江南为所欲为？哼！京城是京城，江南是江南，这里的规矩可不是他一个黄口小子能定的。尊兄刘兄切勿掉以轻心，此子能扳倒太子，绝非等闲之辈。他如今以静制动，看似狂妄，实则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我打听过了，他这次南下，除了带了个光司令的草包表书，就区区3人就想搅动江南风云，痴人说梦。孙兄，你忘了，
船上还有300皇城司禁卫，除了司禁卫，还有那把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那又如何？他总不能无凭无据就拿我们开刀吧？我们可是朝廷2品大员。他现在就是缺一个开刀的理由，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不光不能做，还要把他给供起来。供起来？对，他不是要办公吗？把城南那座废弃了10年的前朝织造府衙门腾出来，给他当经略副使衙门。从各衙门里找些会拍马扯皮的老油条，拨给他当差，是要查案吗？把那些积压了10几年的玄院卷宗都给他送过去，我们就捧着他，让他当一个高高在上的活菩萨。我倒要看看，他一个无权无人的外来户能掀起什么风浪来。高，周兄实在是高，就这么办。我明日就去请这位顾大人入住新衙门。长风，这是人丹的地方吗？那帮孙子也太欺负人了。挺好的，清静。顾大人，您看这地方还满意吗？下官知道您喜静，特意为您挑了这么个风水宝地。有劳孙大人。哪里，为钦差大人分忧是下官的本分。大人，这些人是下官为您精挑细选的衙门差役，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很好，看来这小子也不过如此，一个只会虚张声势的纸老虎罢了。那下官就不打扰大人办公了。欺人太甚！这帮江南的狗官，他们这是把咱们当要饭的打发呢。长风，你看看这帮人，这哪是来当差的，这分明是来奔丧的。就这帮烂人，这破地方，咱们怎么查案？我看咱们干脆回船上去算了。叔父，稍安勿躁，他们给什么咱们就收什么。他们想看咱们的笑话，那咱们就演给他们看。演？怎么演？陈大人，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们的衙门了。顾大人有何吩咐？你带兄弟把这里围起来，记住，要围得密不透风，一只苍蝇都不能飞进来。再派人把孙知府送来的卷宗搬到这公房里，做出我们正在埋头查案的样子。另外，你再挑几个机灵点的兄弟，换上便服，混进那帮老油条里去，听听他们都在聊些什么，骂些什么。长风啊，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咱们就待在这破地方跟这帮烂人耗着，什么时候才能查到正事？叔父，你急什么？叔父，你去找个可靠的画师，把这个人的画像画出来，越多越好。这是谁？宣德8年，瓜州渡口沉船案唯一的幸存者。单凭这张鬼画符，金陵城这么大，上哪儿找去？所以，不能我们自己找，得让别人替我们找。高，实在是高，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叔父，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动静要大，要让全金陵城的人都知道我们在找这个人，但又要显得我们很笨、很外省。我懂，装傻充愣我最拿手了，你就瞧好吧。江南官场的那帮老狐狸想用捧杀和架空的法子把我变成一个纸老虎，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要的恰恰就是这个纸老虎的身份。顾大人，我家老爷联合了城中几位大人，明晚在德月楼设下酒宴，一来是为大人接风洗尘，二来是想让大人感受江南的风土人情。这哪里是接风宴，这分明是一场鸿门宴。回去告诉你家老爷，本官一定准时赴宴。长风，你真要去？这不明摆着是鸿门宴吗？这是他们的地盘，万一他们在酒菜里下毒，或者埋伏了杀手，咱们……叔父，你觉得他们现在敢动用杀手吗？那下毒呢？你之前还特意嘱咐在船上不吃他们的东西。在船上是为了立威，但现在我们已经入住衙门，算是接了他们的招。如果连一场宴会都不敢去，岂不是告诉他们我们怕了？他们不会用下毒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他们要的不是我们的命。那他们要什么？他们要的是我们的脸，想让全金陵城的人看看我这个钦差到底是个什么成色，是块硬骨头还是个软柿子。这是一场不见血的仗，比的是脑子和定力，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怎么准备？要不要我找人去德月楼提前布置一下？不用，我们要做的是把战场拉到我们熟悉的领域来。叔父，你去金陵城里最好的酒楼听书喝茶，把请柬上的名字都打听清楚，他们的喜好政敌，他们家里的那点破事儿，甚至他家养的狗叫什么名字，都给我打进得一清二楚。没问题，我别的本事没有，套话那是一绝。陈大人，属下在。宴会那天你不用跟着我进去，你带着人把德月楼方圆1里给我盯死了，任何可疑的人都不能放过。另外，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个人，我要知道从今天晚上到明天赴宴前他的所有的行踪，越详细越好。明白。长风，你就带我和陈大人去，咱们3个人会不会太单薄了点儿？人多人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是执旗人。
人都通知到了吗？都通知到了，王家和谢家都来了，城里有头有脸的也都递了帖子。明晚的德月楼，只怕是星光熠熠呀。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那姓顾的小子看看什么是江南，什么是真正的权势。韭菜呢？放心，都是按最高规格备的，样样都是精品。我就不信他一个从京城来姓穷官，见到这等阵仗，能不动心？光有韭菜还不够，得有颜色。周兄说的是，我早就安排好了。秦淮江上最红的头牌苏曼娘，明晚她会亲自为顾大人献舞唱曲。那苏曼娘可不是一般的风尘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人又长得跟天仙似的。我就不信那姓顾的小子英雄能过美人关。美人只是第一道菜，若是他沉迷美色，那便不足为惧。我们有的是法子，让他深陷这温柔江里，再也爬不出来。可若是他连美人关都过了呢，那就上第二道菜。我会安排人不经意地提起近来江南的难处，比如两淮的盐场被倭寇袭扰，损失惨重，需要朝廷拨付银两修缮。我们倒要看看他这个钦差大人是打算逼我们交税呢，还是真的敢上报给陛下。妙，实在是妙。这还只是开始，宴会上我们还安排了第3道、第4道菜。总之，明晚的德月楼就是一张为他量身定做的天罗地网，他只要敢来，就别想走出去。长风，这阵仗也太大了吧！我感觉全江南的达官贵人都来了。叔父，别紧张，你不是来跟他们比官大的，你是来看戏的。看戏？对，看一出名叫《江南现形记》的大戏。顾大人，您可算来了。下官可是盼星星盼月亮才把您给盼来了，快，里面请。来，各位，今日我们有幸请来到京城来的钦差顾大人，这是我们整个江南的荣幸。顾大人年轻有为，乃是陛下面前的大红人。今后我们江南的繁荣稳定，可都要仰仗顾大人了。来，我们共同敬顾大人一杯。这句话顾某不敢当。江南是我大钱的江南，江南的繁荣稳定靠的是陛下的天威，是朝廷的法度，是诸位各司其职，尽忠王室，而不是靠我一个小小的钦差。所以这杯酒顾某不能喝，要喝也该是顾某代表陛下，代表朝廷，敬诸位一杯。这一杯敬江南这万里江山。这个年轻人不好对付啊。顾大人说的是啊，是我等浅薄了，只想着为大人接风，却忘了我等识君之路，担君之忧。这杯酒理应为陛下而饮，为大钱而饮。诸位，让我们随顾大人一起共饮此杯，祝我大钱江山永固。说起这江山社稷，下官最近可是愁得头发都白了。顾大人，您是京城来的，见多识广，下官想向您请教个事儿。刘大人但说无妨。您是知道的，漕运乃是国之命脉，这运河两岸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许多水匪，他们专门劫掠我们的漕船。上个月就有一艘船在安淮地界被损失粮食上千担啊！下官派兵去围剿，可那些水匪善于隐匿，根本抓不住。顾大人，您说这可如何是好啊？水匪确实是心腹大患，这不仅关系到漕运安危，更关系到朝廷的脸面。不过我大钱律法写得清清楚楚，地方治安归属地方州府管辖，剿匪之事应由当地卫所与府衙共同负责。孙大人是江宁知府，安淮也在孙大人的管辖之内吧？是。周大人是两淮盐运使，在安淮经营多年，想必对当地最为熟悉。剿匪之事理应多多协助才是。分内之事。刘大人，这件事您找我真是找错人了，您应该多和孙大人、周大人商议商议才是。三位都是封疆大吏，乃国之柱柱，若是连区水匪都解决不了，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依我看，这江南最要紧的不是剿匪，而是风雅。顾大人，我听说您在京城也是有名的才子，今如此良辰美景，我等不谈国事，只谈风月，如何？我等俗人只知国事，倒是忘了顾大人的才子之名。来人，奏乐，上歌舞。对方的第二道菜要上来了。天仙下凡啊！这位便是我秦淮河上最负盛名的苏曼娘，苏大家。
苏大家不但容貌倾城，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小女子苏曼娘见过钦差大人，见过诸位大人。这个女人是个厉害的角色，她看似清冷，实则媚骨天生；她看似柔弱，那双眸子里却藏着洞悉人心的智慧。她就是江南门阀为我准备的最致命的毒药。苏大家不必多礼，听闻苏大家才艺无双，今日倒要一饱耳福了。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轮台九月枫叶红，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唱得太好了，太感人了。小女子献丑了，顾大人，您觉得小女子这首轮台歌唱得如何？苏大家这首轮台歌，技艺上以真画境。成了，这小子果然年轻，还是顺着台阶下了。但是，苏大家，你唱错了。哦，还请顾大人指教，小女子错在何处？你错在只唱出了这首诗的形，却没唱出它的魂。你唱的是英雄末路，是报国无门的悲凉，这固然能引人垂泪，但这不是冠军侯的轮台歌。冠军侯写下此诗是何等情景？是风狼居西，乐时燕巢。他看到的是平沙茫茫黄入天的壮阔，这不是悲凉，而是豪情，是英雄的霸气宣言。苏大家，你用江南的吴侬软语去唱大漠的铁血战歌，本身就是一种错。你把一首出征的战歌唱成了一曲送葬的挽歌。你问我唱的如何？唱得很好，但我不喜欢，因为我大前的英雄从来不是躲在酒楼里的懦夫，而是那些明知九死一生依旧慷慨赴死的战士，是那些马革裹尸战死沙场的将军，是那些为了守护着天下万民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绝不后退半步的国之脊梁。这才是我大前的魂，这才是冠军侯的轮台歌，这他娘的才是读书人该有的风骨。顾大人果然是顾大人，一番话让我等醍醐灌顶啊！听闻顾大人在京城时便有大才之名，今日如此良辰美景，顾大人何不即兴赋诗一首，也好让我等俗人开开眼界。什么才是真正的豪情？什么才是真正的战歌？王公子说笑了，顾大人是朝廷钦差，日理万机，我等怎敢以诗词这等小道来叨扰大人？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退下！怎么，顾大人莫非是怕了？还是说京城的才子到了我们江南就江郎才尽了？王公子，你错了。我错哪儿了？你以为我是在跟你谈论诗词吗？我跟你谈的是家国，是风骨，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你却只想着跟我比谁的文采更好，谁做的诗更漂亮。王公子，你看这琴盒美吗？自然是美的。是啊，很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你敢辱我？我辱你？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你身为琅琊王氏子孙，你的先祖也曾辅佐君王开疆拓土，乃国之栋梁。可你呢？除了会做几首酸诗在这争风吃醋，你还会做什么？你可知道，在你们吟风弄月的时候，北境将士正在冰天雪地里浴血片战，西北的百姓易子而食，饿殍遍野。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活在你们用金钱堆砌起来的虚假繁华里。王旭，我问你，诗是什么？诗是言志，是载道，是为生民立命的呐喊，而不是你们自己用来炫耀才华的工具。你不是要我作诗吗？好，我今天就做一首，送给你，送给在座的所有人。金陵形胜帝王州，画船箫鼓烈不休。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好诗！完了，全完了。这杯酒，我替南朝的百姓敬你。唐风，你可真是我的神仙老爷！你是没瞧见那个姓的公子哥那张脸，绿的跟猪肝一样。还有那个孙胖子，下一步咱干啥？是不是该把那孙胖子抓起来审审？我看他就不像好人。还有那个王旭，太嚣张了，必须治治他。叔父，今晚我们赢了面子，但从明天起，我们要面对的是里子。面子？里子？
他们不会跟我们斗诗，也不会跟我们耍嘴皮子，他们会用他们最擅长的东西来对付我们。最擅长的东西，规矩，用成山的卷宗淹死我们，用织成蛛网的人情拖死我麻光，直到我们变成掉进泥潭里的老虎，空有力气，却再也挣扎不动。陈大人，在。今晚赴宴的所有人，名单、座位、说过的话，甚至一个响微的表情，天亮之前，我需要一份完整的阁目。是，大人。叔父，哎，在呢。从明天起，你什么都不用干，把这上面的名字全部给我背下来，尤其是他们的籍贯、出身、姻亲，以及和王家谢教无嘎葛。长风，这是要干嘛？知己知彼。今晚的宴会是一场大考。我们考了他们，他们也考了我们。现在是时候批阅试卷。王旭，一个被惯坏的麒麟儿，哼，用他现在恨不得生吞了我们，怎么用？恨有时候比爱更有用，恨会让人失去理智，而失去理智的敌人就是最好的棋子。一个从五品的武官，今晚坐在最偏僻的末席，从头到尾未发一言，只是低头喝酒。可流年提及水匪时，这个路远的眼皮极快地跳了一下。最关键的是，他的履历干净的像一张白纸，没有任何污点，也没有任何门阀靠山。陈大人在。关于他的情报，还是只有这些。此人生活简朴，不贪财不好色，除了当值便是在家习武。他的履历没有任何污点，也没有任何靠山，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一点。干净的过分，这世上哪有真正干净的人？越是想把自己洗干净的人，身上藏的泥就越多。沉船案的幸存者还没有消息，吴大人这几日声势浩大，却如大海捞针。金陵城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那条鱼要么早就死了，要么就被藏进了深水里。意料之中，我让叔父大张旗鼓的找，本就不是为了找到他。啊，不是为了找他？那咱们这几天不是白忙活了？不白忙，叔父这几天的辛苦是演给他们看的，让他们以为我们只会用这种最笨的法子，以为我们已经束手无策。明日，你继续带人去三山街挨家挨户的搜，记住。要傲慢，要不耐烦，让全城都看到你的愚蠢急躁。三山街那里都是些穷苦百姓和贩夫走卒，能搜出是为了搜，是为了听。三山街鱼龙混杂，那里的茶馆是全城消息最灵通的地方。你这块巨石砸进臭水缸，总会有些东西被逼得浮出水面。棋局已经布下，现在只缺一枚能替我冲锋陷战的过河卒。王公子，莫再喝了，伤身。胜败乃兵家常事，那顾长风不过是占了口舌之力，来日方长，咱们有的是法子炮制他。法子？你们有什么法子？眼睁睁看着他在德月楼指着我们的鼻子骂，连一个屁都不敢放。王公子，此言差矣。他手握尚方宝剑，又是天子近臣，在那种场合与他硬顶，实为不智。他那首诗字字句句皆是承颂朝堂的忠心凭据，此刻贸然行事，反倒印证他人诗文里的乱世论调。此事绝不能就此作罢。驻守江南多年，从未受过这般委屈。他执意彻查漕运事务，正中我方下怀。明日倒要看看便将族府中历年漕运卷宗进少李陵繁杂他卷宗，能不能看懂一页纸？蠢货！哼，这样只会激怒他。他若是个愣头青，不管不顾捅到御前，说我等消极怠工，阻挠查案，你担待得起？周大人说的是，对付这种人，硬来是下策，得用软刀子，不见血的那种。他一个外地来的钦差，带着一个老糊涂，一个闷葫芦，人生地不熟的，只要把他困在那1亩3分地不出半月，他那身锐气自然就磨光了。到那时，他要么夹着尾巴滚回京城，要么就得跪着来求我们。孙大人此计釜底抽薪，高，实在是高。主上，都看到了？是，都看到了。觉得此人如何？主上，我从未见过那样的人。他点评诗词用的不是才情，而是刀，每一句都砍在人心，却让你无从反驳。他那首诗不像是即兴制作，更像是他早就磨好的一把剑，在腰间藏了一路，只为寻一个最合适的时机，一剑封喉。他很有趣。能让你说出有趣二字，倒是不易。看来京城里那位皇帝总算派一个能上得了台面的棋子。主上，那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就让他们去斗。这条江里的水太静了，是时候该混起来了。一条过江的猛龙，一群盘踞多年的地头蛇，我倒是很想看看最后是谁吞了谁。继续看着他，记住，是我只要你看着。顾长风，你这枚过了河的卒子
可千万别那么快就死了。奉孙大人之命，被顾大人送来近10年来江南3州所有悬而未决的案遭，以供大人查阅。这么多，这还只是一部分呢。孙大人说了，顾大人初来乍到，怕您闲着无聊，先送些开胃小菜过来，后面的陆续就到。开胃小菜，长风，你快出来看看！叔父，何事如此惊慌？你还有心思看这些？人家都把刀架到咱们脖子上了，你快去看看吧，整个院子快被卷宗给埋了。挺好，孙大人他们想的还挺周到。好，这还好。长风，你是不是气糊涂了？他们这是在耍我们呀！我知道，他们想用这些东西把我们困死在这里，让我们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一件事都干不成。那你还说好？因为这正是我想要的。他们以为我是来查案的，但他们错了。我不是来查案的，我是来破局的。查案是捕快做的事，而我要做的是掀桌子。掀桌子？我想按照规矩跟他们一步一步下棋，下到猴年马月也赢不了。所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棋盘们所有的布置规矩都变成一堆垃圾，然后在混乱中找到他们的死穴，一击毙命。掀桌子这个词太对我的胃口了。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他们不是想看我们忙吗？那我们就忙给他们看。陈大人，在。从今天起，你带50个兄弟就在这院子里晒卷宗。晒卷宗？对，把所有卷宗都搬出来，一页一页的摊在院子里晒。旅游嘛，就说衙门潮湿，卷宗发霉，需要晾晒，以免损毁。记住，动静要大，要让全金陵城的人都知道。那我呢？我干啥？叔父，你的任务就是之前那个，带着人去三山街找这个人。三山街？我打听过了，那个地方龙蛇混杂，都是些百姓和地痞流氓，能找到什么线索？我要的就不是线索，我要的是动静。你带人去，就摆出京城大业的谱，挨家挨户的给我搜，遇到不配合的就骂，遇到顶嘴的就抓你，怕你。你要让三山街所有人都恨，要他们总之，钦差衙门再找一个很重要的人，谁敢窝藏就是死罪。长风，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叔父，你记住，我们现在是在演戏，演给那些看不见的手看，表现的越是愚蠢，越是傲慢。只有你这块越会放松警惕，把水搅浑了，那些原本藏在水底的鱼才会因为害怕而露出马脚。好，演戏嘛，这个我拿手，不就是演个恶人吗？瞧好吧。棋盘已经摆好，演员也已就位，现在就看这金陵城里到底藏着多少牛鬼蛇神了。瞎了你的狗眼，没看到官爷来了吗？还敢挡道？都给本官听着！本官乃当今钦差顾大人麾下长史，奉钦差大人之命前来捉拿朝廷要犯，看到没有？就是这个人，谁要是见过或者知道他的下落，立刻向本官举报，赏银10两。但要是有谁敢知情不报，窝藏罪犯，一经查出，满门抄斩，株连9族。演戏一定要演得真，挨家挨户的搜，任何可疑的地方都不能放过，就算是耗子洞，也得给本官捅3捅。长风啊，长风，你这差事可比上阵杀敌还折磨人。那人影似乎一直在盯着我。滚！没用的东西，别在这儿耽误本官办案！你们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竟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长风，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辈子都没演过这么累的戏。叔父辛苦了。就是这么闹了一天，除了惹得满城骂娘，好像也没什么收获啊。就赌场2楼有个人影一闪而过，我估摸着那人8成是赌场老板，怕我找他麻烦，所以躲起来了。叔父，你再仔细想想，你今天听到的闲话里有没有关于赌钱的？赌钱的，好像有。茶馆里有2个老头聊天，说烂赌鬼刘三突然发了一笔横财，把欠了1年的赌债都还清了，还换了身新衣服，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这种烂赌鬼翻身的事儿，8成是偷了抢了。叔父，你立大功了啊！就凭这个，这能说明什么？一个烂赌夫突然有钱了，时间恰好就在瓜州沉船案之后，这还不够吗？大人，属下查到了，那家赌场名叫四海通，明面上的老板叫八脸章，但真正的后台老板是刘民大人的小舅子。刘民，那个哭丧着脸喊水匪的漕运总督，他小舅子在三山街开赌场，这也太巧了。巧合？这世上所有的巧合不过是无法掩饰的必然。沉船案发生在漕运的河道，刘三沉船案后突然暴富，而那笔钱恰好是在刘明小舅子的赌场里还清的。一根根线已经织成了一张网，而网的中央就是那位在德月楼上第一个跳出来的漕运总督刘明。长风，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那张所谓的幸存者画像是我故意画的最平庸、最没有特征的脸，方脸、浓眉，眼神凶悍。这种人在市井里一抓一大把，而就是这种模糊才最让人恐惧，会让人自行对号入罪。原以为这颗石子只能惊动几条小鱼，没想到第一个水花就溅起了刘明这条大来。这江南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浑。大人，属下还查到刘三住在三山街的大杂院里，他这几日招摇过市，刚从春香楼叫了2个姑娘回去。很好，继续盯着，记住别惊动他。我要知道他每天见过谁，说过什么话，甚至去了哪个茅厕，都给我盯死了。是。长风，那咱们是不是可以抓人了？抓人？叔父，刘三不过是一条被推出来喂鱼的饵料，现在抓了最多能供出几个送钱的小喽啰。这样的话，线索就断了。刘明甚至可以置身事外，反咬我们一口，说我们构陷朝廷大员。那怎么办？等。石头已经扔下去了，水面起了波澜，鱼也受惊了。接下来我们就坐在这里静静的看戏，看着那条被我们盯上的鱼因为恐惧而疯狂乱窜，看着那些藏在更深处的大家伙因为怕被这条蠢鱼暴露而不得不亲自下场。他们会帮我们把所有的路都铺好的。姐夫救我！钦差衙门那帮疯狗在三山街闹翻了天，还拿着一张画像。画像？是啊，画得不怎么像，但那眉眼我越看越像刘三。什么？他怎么能这么快就查到了刘三头上？这不可能！那件事我明明做得天衣无缝，刘三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个废物现在在哪儿？还在那个破院子里，刚刚又叫了2个娘们儿。废物，蠢货！我就不该招惹那个煞星，现在火烧到我身上了。不行，刘三顾强队不能风落到他手里，一旦他开口，我就完了。必须让他永远闭嘴。找几个稳妥靠谱的人，把事情处理周全，切记务必做得天衣无缝。姐夫，这事儿太过冒险，后果不堪设想啊！如今局势进退两难，若是失败，我们将满盘皆输。你想彻底断送一切吗？头儿，大人是怎么算到今晚一定会出事的？别问，大人设的局，我们是棋子，不是棋手。来了，等他们出来，我们再跟上去。我操，失算了。头儿，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凉拌。大人的命令是等他们出来跟上他们。现在你马上回衙门向大人禀报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跟。是。长风啊，这都快3更天了还不睡啊？咱们等什么呢？等风来。等风？这黑灯瞎火的等什么风？大人，三山街出事了。说，刘三的住处失火了，火势很大，整间屋子都烧没了。我们的人在火场里发现了3具烧焦的尸体。3具？不是说那刘三支教了2个姑娘吗？没错，1男2女，初步判断应该就是刘三和那2个风尘女子。长风，这可怎么办？人死了，线索可就全断了呀！我们的人呢？刀疤脸已经带人跟上去了，我让他们摸清杀手的落脚点和幕后主使。很好，备马。备马？这么晚了去哪儿？去火场。去火场干什么？都烧成焦炭了，还能看出什么来？叔父，你记住，有时候死人比活人更能说出真话。查，给本官仔细的查，一定要查出失火的原因。天子脚下首善之区，竟然发生这等惨事，简直是骇人听闻。顾大人，您怎么也来了？这点小事怎敢劳动您的大驾呀？您放心，下官已经下令彻查了，保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百姓一个交代。给一个交代？我怕你就是那个最需要交代的人。孙大人辛苦了，本官也是听闻此事，心中不安，所以特来看看。不敢当，不敢当。孙大人，
可查出什么了？别提了，据周围邻居说，那刘三是个烂赌鬼，平日里就不检点，8成是喝醉了酒，不小心打翻了烛台，这才酿成惨状啊。哦，意外，10有8九是意外。既然是意外，那就不劳烦孙大人了。本官想亲自进去看看。这，顾大人，里面又脏又乱，还晦气，您千金之躯还是不要进去了吧。本官是钦差，奉皇命巡查江南，江南地界上任何案子，本官都有权过问。孙大人，你这是想拦我吗？下官不敢。怎么样，长风，能看出什么吗？第一，尸体的位置不对。正常情况下，人在睡梦中遇到火灾，第一反应是逃生，所以尸体应该是在靠近门口或者窗口的位置才对。可这3具尸体却都在屋子最中间，有什么不同？不都是黑的吗？有什么不同？颜色，大部分地方的灰烬是黑色的，但尸体周围这一圈却是灰白色的，这说明这里的燃烧温度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正常的烛火引燃被褥是不可能产生这么高的温度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人在这里使用了助燃物，比如火油。这是什么证据？没想到这个看似文弱的京城书生，竟然还懂仵作的门道。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人在火灾中被浓烟呛死，呼吸道里会有大量的烟灰颗粒，法医上称之为烟灰吸入症。可这具尸体口腔干净，没有烟灰，这说明在起火的时候他就已经停止呼吸了。他是先被人杀死，然后再被纵火焚尸的。孙大人，这就是你说的意外吗？孙大人，一桩伪造成意外的凶杀案发生在你的治下，而你身为江宁知府，竟想草草结案，欺瞒圣文。本官倒是想问问孙大人，你是眼瞎，还是心瞎？又或者这把火本就是你放的？你血口喷人！下官只是一时不察，绝无半点包庇之心啊！是不是包庇，本官自会查明。陈大人，传我命令，从此刻起，此案由我钦差衙门全权接手，封锁现场，任何人不得靠近，将这3具尸体带回衙门，本官要亲自验尸。另外，通知金陵府衙所有经手此案的人员，明日一早到钦差衙门接受问询，但有不到者，以同谋顿处。顾大人，此举不合规矩，地方命案理应由地方府衙处置。规矩？孙大人，你看清楚，本官和本官手里的这把剑在江南就是最大的规矩。痛快！他娘的太痛快了！长风，你刚才真是威风！你是没看见那孙胖子脸都成茄子了。不过你也太神了，你怎么知道那些尸体有问题？你以前还当过仵作？略懂一二。陈大人，刀疤脸那边有消息了吗？半个时辰前传回消息，那伙人得手后分头逃窜，刀疤脸跟上了其中一人，去了城南一处废弃的曹帮码头。曹帮码头，漕运总督刘明，曹帮码头，这条线终于接上了。然后呢？那人进了一艘乌篷船，便再没出来。刀疤脸已派人将那片水域盯死。很好，让他继续盯着，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能动。是。咱们真的要跟他们斗到底吗？那可是漕运总督，是江宁知府，他们背后是整个江南的门阀世家。叔父，你还记得我们来之前陛下说的话吗？陛下说，只属于大钱的江南，只要这江南的天还是那些盘根错节的门阀，那么它就不是大钱的江南。所以这场仗从我们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没有退路。听说了吗？三山街那场火根本不是意外，而是杀人放火，3条人命啊！3条人命啊！可不是。听说那位新来的钦差大人就那么看了一眼，案子就破了，当场把孙知府的脸都给骂青了。这位顾大人简直是神态降世啊！何止是神，是狠！你们没听说，他今天把金陵府衙所有沾了这案子人全都传去他那破衙门问话了，还放出话来，谁敢不去就是同谋。外国，这是要跟孙知府、跟整个江南官场彻底撕破脸皮啊！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他顾长风算个什么东西？一个黄口小儿，竟敢当众羞辱本官，还抢了本官的案子，老子非得怎么样？去他衙门口对骂一场，还是派人去把他那个破衙门给砸了？周兄，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那小子来者不善，昨晚的事儿已经把我们逼到了绝路，再不想办法，我们都得完蛋。办法？哼，你们的办法就是杀人灭口，然后放一把火烧得全城皆知。你怎么知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刘盈，你真是越活越回去，这么粗糙的手段都使得出来，你是生怕顾长风抓不到你的致命把柄吗？行了，现在互相指责有什么用？说吧，周大人，你既然叫我们来，想必已经有了对策。慌什么？天还没塌。他顾长风是很厉害，眼光毒，手段狠，还不按常理出牌。但是
他也有弱点。什么弱点？他一到金陵就急着立威，急着破局。德月楼誓师占尽上风，实则也把自己推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他太想赢了，而一个太想赢的人就容易犯致命的错误。他要验尸，我们就让他验；他要问话，我们就让他问；他要查凶手，我们就给他一个凶手，一个让他查不下去的凶手，一个能把他所有路都彻底堵死的凶手。周兄的意思是找个替死鬼？不，替死鬼太低级了，以他的精明，一眼就能看穿。我要的不是替死鬼，而是能反过来将他一军，让他万劫不复的刀。陆远，周兄远是陆家的人，吴郡陆家在军中根深蒂固，动他等于捅马蜂窝。就是要捅这个马蜂窝。顾长风是文官，查我们这些地方官名正言顺。可如果他查到军中将领的头上呢？他一个钦差有做戳军副军务吗？他要是敢动陆远，到时候金陵卫内只要稍加煽动，一场兵变哗乱，这个罪名谁来背？是他顾长风处置不当，激化矛盾，他还有什么脸面继续待在江南？可是陆家会答应吗？吴郡陆家大几年野心太大，不仅想插手掩体，还想把手伸到漕运上。我王家谢家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这次正好借顾长风这把刀，好好敲打敲打他们。至于那个陆远，不过是家族利益交换中一个随时可以被推出来的弃卒罢了。周大人，好算计，这盘棋我王家跟你下了。长风，你一个人行不行啊？要不还是让那些专业的仵作来吧。金陵府的仵作只会写下4个字：意外烧死。而我要知道的是他们究竟是怎么死的。在这儿我也帮不上忙，我还是找些事儿干吧。哎呦，各位父老乡亲，我们钦差大人是真心想为民做主啊，可这江南的官官官相护，昨晚那场大火3条人命啊，明摆着的杀人放火，他们官府偏要说是意外，我们大人没办法，只能自己查案啊。可这人海茫茫，上哪儿去找凶手啊？就这么一个线索，还画得跟鬼画符似的。这要是能找到人，我当场就把我这俩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了。吴大人，顾大人，请您过去一趟。怎么样，长风，有什么发现？收获很大。这是从其中一名女子的衣物夹层里找到的，上面刻着一个字“苏”。没错，秦淮河畔苏曼娘的苏。苏曼娘，那个名动金陵的花魁，这案子怎么会和她扯上关系？人皮？没错，这是从刘三死前激烈反抗，从凶手身上生咬下了一块带纹身的皮肤。这是我根据刘三的颅骨以及尸体上残留的肌肉组织做出的最终判断。死者刘三35到40岁，死亡时间于昨夜子时，致命伤在后脑，被圆形钝器重击致死。另外，他的右手手腕处有一道绳索捆绑勒痕，乃长年累月形成。陈大人，我记得皇城司里有一门捆绑犯人的独门手法，叫做缠丝手。而曹帮的县夫在拉船时，为了防止烂绳脱手，也会用一种极其相似的烂大绳缠在手腕上。长风，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漕运总督刘明。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请这位刘大人来我们这破衙门里喝杯茶了？大人，属下查到了，昨夜那伙杀手确实是曹帮的人。好，而且就在刚才，刘庆秘密派人将一名曹帮舵主送出了金陵城。那人手臂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对外换称是被野猫抓伤。属下买通了给他换药的郎中，他亲眼见到那伤口又深又长，像是被生生撕下了一块肉。最关键的是，伤口周围能隐约看到一种黑色鲤鱼纹身的残迹，铁证如山。那人正是金陵卫指挥期先使陆远手下的一个亲信。等会儿，我捋一捋，那刘三是刘明派人杀的，对吧？没错，杀人的是曹帮的人，对吧？对。可那个被刘明送出城的杀手，又他娘是金陵卫陆远的人，这到底是谁杀的人？难道他们合起伙来，为了杀一个烂赌鬼？叔父，你还没看明白吗？这不是联手，这是嫁祸。嫁祸？刘明没有那么蠢，他就算要杀人灭口，也只会用最信得过的曹帮死士。为何偏偏要用一个和军方有牵连的人？这不合情理。除非他根本就不是想灭口，而是想通过杀手将大人的视线引到金陵卫，引到陆远的身上。陆远，吴郡陆氏的嫡系子弟，陆家在江南军中经营了近100年，门生故吏遍布各卫所，其人性格骄横，目中无人，最是看不起我们这些文官。金陵卫上下几乎都成了他陆家的私兵，他们是想逼我去查一个武将，我若是不查，之前火场立下的威信便会荡而无存，江南官场会认为我欺软怕硬，往后更是寸步难行。可我若是去查一个文官，没有兵部的勘核，更没有陛下的特旨，若是直接调查手握兵权的将领，陆远只要稍加煽动，麾下那些骄兵悍将立刻就能给我扣上一顶构陷忠良的帽子，到时候别说查案，我自保都难，他们便可顺理成章的上下说我无能，将我赶出江南。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叔父，你忘了我让你演的那出戏了吗？演戏？
那不是为了引蛇出洞吗？蛇已经出洞了，而且还是一条自以为聪明的毒蛇。他们以为我们真的那般愚蠢急躁，他们以为我这个京城来的愣头青一定会顺着他们铺好的路，一头撞死在路远这块铁板上。所以，我们就更要演得像一点了。叔父，明天又要辛苦你了。还演啊？当然，而且这次的戏台更大。明天一早，你带人去金陵卫的衙门门口，干什么？就说你奉我之命找陆远大人核实关于三山街火场案的一些线索。记住，你的姿态要傲慢，要像一个拿着鸡毛令箭的小人，声音要大，要让所有人都听到。他们不让你进，你就闹；他们推你，你就喊。总之，你要让他们觉得你就是个不知死活的蠢货。长风，这不是去查案，这是去送死啊！那帮莽夫可不讲道理，他们会把我剁成肉酱的。放心，叔父，他们不敢。你代表的是钦差衙门，他们再横也不敢公然对朝廷命官动手，最多也就是推你几下，骂你几句，让你下不来台。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要让全金陵城的人看到，我顾长风把矛头对准了金陵卫。我要让那些躲在幕后看戏的人都相信，我这条鱼已经咬住了他们扔下的那个最毒的玉饵。不就演个蠢货吗？他娘的，豁出去了！我去。陈大人，叔父在明处唱戏，你在暗处，就要把真正的活干了。大人请吩咐。第一，继续跟着那个杀手，他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绝对不能让他死了。我要让刘银时时刻刻感觉到有把刀悬在他的脖子上。第一，查那个苏字令牌还有苏曼娘，这个女人不简单，我要知道她和这盘棋到底有什么关系。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查那个被送出城的曹帮舵主，查清楚他和陆远之间的联系。我要找到那根把他们两个串起来的线。属下明白。我怀疑那根线才是藏得最深的人。站住！干什么的？瞎了你们的狗眼！本官乃钦差衙门长史，奉顾大人之命前来拜会你们指挥金事陆远大人。钦差衙门没听说过，我们这儿是军营重地，没有兵部的调令，谁也不能进。管你什么长史短史，赶紧滚！放肆！你们敢拦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你们，耽误了钦差大人的正事，你们担待得起吗？嘿，给脸不要脸是吧？哎呦！打人了！金陵卫打人了！没天理了！朝廷命官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群莽夫给打了呀！我不过是来问个案子，他们就下此毒手，这金陵城还有没有王法了呀？怎么回事？头，这家伙非要往里闯，还满嘴喷肺。哼，我们陆大人军务繁忙，没空见你，有什么事去跟衙门说。你们给本官等着，我这就回去禀告顾大人。我看你们金陵卫能横到几时？痛快，痛快呀！那顾长风还真就是个愣头青，他真敢去惹金陵卫那帮疯狗。我听说他那个表叔被人一屁股推倒在地，像个泼妇一样坐在地上哭呢。周兄，你这招嫁祸东流实在是高啊！这只是第一步，他已经跳进了我们挖的坑，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填土了。孙大人，你立刻发动府衙的笔杆子，写几篇文章，就说钦差大人滥用职权，逼得地方官不聊生，再把金陵卫打人的事给好好渲染一下。刘总督，你去联系你在京中的关系，是时候给陛下送几本弹劾的奏书了。兵变哗乱的罪名太大了，我们还用不上，但是搅动军心、逼反将士的苗头可以让他先背上。只要坐实了他这个意图，陛下为了稳定江南，也必定会召他回京城。到那时，他就输了。顾大人，深夜相邀，不知有何见教？苏姑娘，那晚在德月楼，你的那曲轮台歌，技艺确实是登峰造极。可惜大人并不喜欢。我不是不喜欢，我只是觉得那首曲子里藏着太多的不甘与怨气，像是一首送葬的挽歌。你是在为你自己唱，还是在为别人唱？大人说笑了，我们风尘女子不过是为乐客而歌。哼，那这东西，苏姑娘可认得？这是小雅的。小雅？是我画堂里的一个姐妹，1个月前就失踪了。我找了她很久，却一点消息都没有。令牌是在三山街的尸体身上发现的，她是被人生生打死后再纵火焚尸。大人，求你告诉我是谁！
我还在查，但需要你的帮助。大人想知道什么，我知无不言。小雅失踪前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和什么人来往密切？有，她失踪前那段日子，好像是谈了情郎，整个人跟傻了一样，还说那人要为她赎身，要带她走。那人是谁？我不知道，小雅把她护得跟宝贝似的，从不肯告诉我。我只知道那人非常有钱，也非常有权势，每次来都是悄悄的，从不走正门。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征？特征有，那人身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熏香味道，那种香极其名贵，是南洋进贡的龙榭香，混合了10几种奇花异草，整个金陵城用得起这种香的人屈指可数。而我只在一个人的身上闻到过同样的味道。谁？琅琊王氏的王旭。有2种可能，第一种，苏曼娘在撒谎，她想借我去对付王旭，可动机呢？王旭是江南最有权势的公子哥，苏曼娘一个风尘女子，与他为敌，无异于以卵击石。况且他方才那悲痛欲绝的样子不似作为。第2种，苏曼娘说的是真的，王旭杀害了小雅。若真是如此，那事情就变得荒诞无比。周康他们费尽心机将陆远推出来当贴死鬼，想把水搅浑，可他们的阵营里却藏着一个杀人嫌犯，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苏曼娘绝不仅仅是一个花魁那么简单。王旭，你确定就是他？我确定，那种龙涎香极为霸道，一旦沾染上3日不散。而且小雅失踪前曾跟我炫耀过，说她的情郎送了她一首诗，那首诗写得极好。当时我没在意，现在想来，能随手写出那等诗才的，整个金陵城里除了王旭，怕也找不出第2个人。多谢苏姑娘提供的线索。大人言重了，曼娘只有一个请求。你说。若大人查明真相，请允许我亲眼看着他伏法。我答应你。我该怎么办？顺着这条线去查王旭？不行，动王旭等于掀翻桌子，向整个江南门阀的100年根基宣战。以我现在的实力还远远不够。周康那只老狐狸真的会蠢到让自己的盟友留下致命破绽？又或者这根本就不是破绽，而是另一个诱饵？大人，查得怎么样了？回大人，已经查明，王旭确实在半年前从一个西域胡商手中购得一批龙涎香，他平日里最喜用此香。另外，王旭在小雅失踪前3日曾秘密去过一次苏曼娘的画舫，之后便再无记录。最关键的是，小雅失踪当晚，王旭正在家中大宴宾客，有数十人可以为他作证，不在场的证明滴水不漏。事情变得愈发扑朔迷离。如果王旭不是凶手，那小雅的情郎又会是谁？难道还有其他人也在用那种龙涎香？或者说，有人偷了王旭的香去和小雅私会，然后杀了他，再嫁祸给王旭？陈大人，你刚才说王旭的香是从一个西域胡商手中买来的？是。那个胡商现在在哪儿？此人行踪诡秘，我们的人还在查。掘地3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还有，明天让叔父的戏照常演，而且要演得更过火一点，让他们所有人都相信我们已经把目标锁在了陆远的身上。我要让周康那只老狐狸以为他已经胜券在握了。人只有在最得意的时候，才会露出最致命的破绽。这盘棋越来越好玩了。既然你们喜欢设局，喜欢下套，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的玩一玩。长风啊，咱今天真要去？去。可那是金陵卫啊，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兵痞。昨天他们就敢推我，今天我要是再去闹，他们会把我挂在旗杆上当腊肉风干的。放心，叔父，他们不敢。长风，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扛着这玩意儿去金陵卫门口，那不叫查案，那叫奔僧，奔我自己的丧。叔父，你想想，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被一群骄兵悍将堵在门口，推倒在地，这叫什么？叫倒霉。这叫受辱。百姓看了会同情你，江南的官员看了会嘲笑我们。但如果你第2天非但没怂，反而扛着状告他们杀人的幡子再去堵门，这叫什么？这叫风骨。这叫不畏强权，为民请命。你不再是一个被欺负的可怜虫，而是一个敢跟金陵卫叫板的孤胆英雄。他们越是凶悍，越是把你打得凄惨，你就越是英雄。我要让全金陵城的人都看到，钦差衙门为了查一个真相，连命都可以不要。你说到了那个时候，压力在谁那边？在金陵卫那边？不，在周康他们那边。他们想把我架在火上烤，我就偏要把这火烧得再旺一点，旺到让他们害怕。叔父，这场戏你是唯一的角儿，演好了，咱们就能把藏在深处的毒蛇给逼出来。他娘的，干了！不就是当一回英雄吗？我的老天爷，那不是昨天那个被推倒的关老爷吗？他今天还敢来，还扛这个玩意儿，疯了，真是疯了，这是不要命了呀！开门，让陆远出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你们金陵卫草菅人命，还有没有王法了？三山街3条冤魂死不瞑目啊！求钱大人做主，求青天大老爷伸冤啊！他娘的，反了你了！来人，把这个疯子给我轰出去！走！走，别碰我！你们敢碰我一下就是心虚！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想杀人灭口吗？让他进来，把这根柴火给本将劈了。听说你要见我，听说你怀疑三山街的火是我放的。我只是奉命查案。查案？查到我金陵卫的头上来了？谁给你的胆子？文官该老老实待在你的衙门里，写你的文章，喝你的茶。军营里的事，不是你这种货色该打听的。这次是给你一个教训，再有下次，本将不介意让你去跟那3条冤魂作伴。我金陵卫将士为国镇守江南，流血流汗，却被宵小之辈如此污蔑，天理何在？今日之事，我必定会上奏陛下，定要讨一个公道。干得漂亮！陆远那小子总算干了件聪明事儿。你们是没看到姓吴的那个老东西被吓得差点尿了裤子。痛快！这口恶气总算是出了。顾长风这次是彻底栽了，他得罪了陆远，得罪了整个江南军方，这盘棋他已经输了。诸位莫要高兴得太早，他只是输了第一阵，我们要的是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王公子，琅琊王氏在军中的故旧是不是该活动活动了？周大人放心，最多3日。他不是要查案吗？我们就把证据送到他的面前，让他亲手把自己送上绝路。长风啊，你是没看见啊？那陆远他用手指头戳我的脸啊，这是奇耻大辱啊！我吴家8辈祖宗的脸都被我给丢尽了呀！叔父辛苦了，你演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好？对，好。鱼已经被我们彻底激怒了，现在就等他狗急跳墙了。大人，那个西域胡商找到了。长风，你确定是这儿？这味儿能把人直接熏死过去。官爷饶命！官爷饶命！我只是个生意人，我什么都不知道。别紧张，我不是来抓你的，我只是想跟你谈一笔生意。你答一个问题，我给你10两银子。这查案还有按问题给钱的，这也太败家了。官爷您问，半年前你卖给琅琊王氏公子王旭的那批龙涎香是顶级货，对吗？对，绝对是。那是小人花了大价钱从大师国最好的香料大师那儿买来的，整个大钱都找不出第2份。除了王公子，还有人买走了1小盒，就在1个月前。谁？是珍宝阁的钱掌柜。钱掌柜，一个卖古玩的，为什么要买这种只有顶级世家公子才用得起的熏香？他买来做什么用？最后一个问题，钱掌柜和你交易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有，我想起来了。他说他买这香是替一位非常尊贵的客人代买的。他还问了我一句非常奇怪的话。什么话？他问我这香的味道王旭公子身上的是不是一模一样？非常尊贵的客人。长风，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这案子怎么越来越乱了？不乱，恰恰相反，它开始变得清晰了。天亮之前离开金陵，去康州，那里有我的船，会送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多谢官爷，多谢官爷救命之恩。陈大人，这个钱掌柜你听说过吗？那个钱掌柜不是生意人，他是司马氏豢养了100年的死士头领。长风，要不咱们跟陛下说一声，这事儿太大了，已经不是我们能掺和的了。晚了，从我们踏入江南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身在局中了。陈大人，既然你知道珍宝阁的底细，想必那位神秘的主上，你应该也知道是谁了。前朝覆灭，只有一位年仅5岁的安乐郡王，在家仆的拼死保护下下落不明。20年来，皇城司从未放弃了追查，但此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我们只知道他在江南建立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地下网络，珍宝阁只是其中之一，苏曼娘或许也是其中之一。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复国。这位隐藏在幕后的前朝郡王，才是那个真正想要掀翻整个棋盘的人。他先是利用钱掌柜制造了一桩悬案，然后静静的等待，等着我来搅动江南这潭死水。好一招驱虎吞狼，好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长风，那我们怎么办？将计就计。他想看戏，我们就陪他演下去；他想让我当那只蝉，我就偏要做那只反过来咬似黄雀的螳螂。